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尔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非洲来》第3季第13集。这一集主要讲班德残疾与超级明星们一起开演唱会的故事。因为新纽约凿洞工程，弗莱意外发现了一包20世纪的薯片，班德赶紧尝了一口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辆1962年的面包车。施工大叔说，只要弗莱把里面的尸体拽出来，这辆车就归他了。因此，就算是要费9牛2虎之力，他也要把车带回公司。众人却对这个铁包肉十分不解。艾米问他的里程表最高只到80，意思是时速是能超过8000公里吗？当然不是，但它有很大的空间和一个8轨播放器。那减速装置呢？后来由于石油早就在2038年耗尽，现在都用代用燃料。莉拉命令班德把精油放在开罐器上，班德拒绝，因为上次那块吸铁石不仅差点把他脑袋切掉，还削弱了他的自控元件，导致公司一整天都被乡村歌曲包围。但为了不做胆小鬼，在大家的鼓励下，班德还是抱着精油走向了开罐器。结果众人立刻把他送到机器人医院。经过诊断，医生表示班德的液压装置坏掉，他再也不能动了。教授听后当即决定将他扔掉。弗莱阻止，再怎么说他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这时，用欢笑治愈病人的小丑鸡来了。他希望通过讲笑话，班德能够开心。可没想到事与愿违，班德依旧沉浸在悲伤中。大伙陆续离开，一段特别的音乐传了过来，原来是著名作曲家贝克。他告诉班德不要太伤心，过去我也很想念自己的身体，但自从有了他，我便不再郁闷。这么说，我们还真有不少共同点。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词作家，就像你一样。如今这个梦想再也实现不了了，那可不一定，说不定你能成为最好的音乐家。接着，贝克就让医生把自己的机械手给了班德，让他用来刮胸部，这样即使班德不能动，也能制造音乐。不仅如此，贝克还让他做自己的搓衣板手，一起去开演唱会。而小伙伴也成了班德的追星族，开着面包车跟他来到钉子户镇。洗衣房因为约翰的壳掉色，每个人的衣服都被染成了玫红色。不过这也不要紧，重要的是他们得赶紧去证明音乐厅。演唱会已经开始了，看着台上风光无限的班德，艾米忍不住来碗果子冻，谁知钱都被洗烂了。老板对4人下逐客令，一会儿演唱会结束，班德和报废机器人打招呼，见到偶像，他们非常开心，并感谢他让人们看到残疾机器人仍然有用，尽管下一秒就被融化做成了纸巾。对此，班德十分愤怒。贝克表示，如果我心烦，就会立刻写歌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班德立刻开始创作之旅，贝克则决定唤起世界对残疾机器人的爱心。很多明星不是都想表现得像一个慈善家吗？他正好可以把他们都聚集在旧金山，然后开一个大型慈善演唱会。至于名字，就以班德的名义，叫湾之爱吧。说干就干，一行人很快来到内达华州。班德在台上体面表演，小伙伴在台下自力更生。最后，他们终于来到达旧金山。不过面包车的颜色实在让4人睡不着，因此他们来到酒店，恳请班德收留自己。班德虽然同意，可前提是不能碰小冰箱。弗莱才不在乎什么小冰箱，他只在乎电视机。电视机里关于湾之爱的新闻铺天盖地。看见班德出名，小伙伴由衷的替他感到开心。班德却只关心残疾机器人，没人比他更懂得自己坏掉的感受。其实残疾并不可怕，就像他突然变好了一样，奇迹随时可能会发生。但班德一点也不高兴，甚至觉得自己的音乐事业要完蛋了。原因是残疾机器人之所以把他当作英雄，是因为班德是他们中的一员，所以为了防止暴露，他打算继续装残疾。第二天，在秋名山车神弗莱的驾驶下，约翰呕吐不止，艾米满脸嫌弃，却没有想到呕吐物竟然是漂亮的蓝珍珠，真是人生处处是惊喜。利用这些珠串，4人成功在演唱会现场赚到面包钱。此时，班德也和贝克隆重登场，他们从白天唱到了黑夜。在结束之前，为启动班德的残疾机器人基金，乡村歌手给了他一张14000美元的支票。班德激动万分，送给大家一首《我的残疾朋友》，把残疾机器人感动的不行。可由于太嗨，一时没控制住自己，他的谎言也被识破。残疾机器人们大失所望，纷纷冲上台揍他。班德只好拿上支票，开车带小伙伴们逃跑。贝克穷追不舍，在这场面包车与悬拉车的较量中，面包车惨败。所幸大伙都没有受到伤害，只是班德被悬拉车撞，他欲哭无泪。明明自己只想和贝克做音乐，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任何人，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好在没了支票，他还有一群朋友。班德拿起我爱人类的磁铁贴在头上，而后唱着欢快的乡村歌曲奔向了小伙伴。残疾似乎是一个很可怕的字眼，但正是因为残疾，班德才能万众瞩目，才能成为残疾机器人的英雄。或许他会与众不同，但同样平等。没有人生来就是弱者。对于大多数残疾人来说，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残疾本身，而是那些好像把放大镜对准太阳，可以
可以把人灼烧的异样眼光。我想比起同情，他们更需要自信。可就算拼尽所有，争取和普通人过一样的生活，人们也还是会从心底怜悯他们。尽管努力和普通人在同样的情景下平等对话，不想被特殊待遇，是不想被歧视小看，也不想被同情怜悯，因为同情怜悯是一个强者对弱者的最大讽刺，是对他们超越常人努力的最大否定。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真诚地与残疾人交流，给予他们最大的尊重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